四个兄弟的本领。从前有一个很穷的人，他有4个儿子。这位父亲穷的什么东西也没给儿子们留下。有一天，他说：“儿子们，你们出去闯一闯，学点本事吧。”4个儿子就这样离开了家。他们走着走着，来到一处十字路口，这里有通往4个方向的路。4个人商量着说：“如果都还活着，4年以后，我们就在这里会面。”时光飞快，4个人都学到了东西。老大成了天文师，老2成了扒手，老3成了猎人，老4成了裁缝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他们在十字路口碰了面，随后一起来到老父亲那里。他们都说自己学会了本领。好的，孩子们，虽然我相信，但还是要亲眼看看。大儿子，你是天文师，你看那树顶上有什么？你看一看吧。我看见一个鸟窝，里面有一只金鸟趴在5个鸟蛋上。扒手，如果这是你的本事，那么就把那5个鸟蛋从鸟身下偷来，而且不能让他发觉。扒手爬上了树，成功偷偷取来了鸟蛋。他将鸟蛋给了父亲，老人又放到了桌子上。他将其中的4个蛋分别放到桌子的4个角上，第5个则放在了桌子中央。你这个做猎人的儿子，如果这是你的本领，你用1颗子弹把这5个鸟蛋都打成2半。猎人儿子开了枪，成功的把5个打成了2半。儿子，看来你的本领学得不错呀。现在你，我的裁缝儿子，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，你把这5个鸟蛋再缝起来。不过缝的时候要让里面的小鸟安然无恙。裁缝成功的把鸟蛋缝好了，不过效果怎么样，得等孵出来才能知道。扒手，你把鸟蛋再放回窝里去。扒手顺利地把鸟蛋又偷偷放了回去。几天之后，小鸟出壳了，鸟妈妈很高兴，只是每只小鸟的脖子上都有一个红线圈，那是裁缝弄上去的。孩子们，看来你们都学会了本领，现在就去现实中证明吧。这时，他们听说国王的女儿丢了，天文师取出了望远镜，他看到公主坐在大海中间的一块岩石上，一只恶龙正挨着她熟睡着。他们立即面见国王，向他要了一条小船，随后出发去救公主了。他们顺利抵达了岩石那里。他们商量着如何去救公主。裁缝说：“应该开枪。”天文师说：“不行，因为子弹会伤到公主。”扒手，你能偷鸟蛋，现在你也一显身手吧。扒手成功的把公主偷偷救了出来。他们把公主放到了船上。4人开始把船向岸边划去。这时，恶龙醒来了。公
公主在哪里？他立即飞起来去找。当他看到正在驶向岸边的小船，心想，公主肯定在那上面。猎人发现了恶龙，随即开枪将他打中。摔下的恶龙把小船砸得粉碎，他们只能浮在几块破木板上。这时猎人说，要是这样下去，我们都会在水里冻死的。不过裁缝把破碎的小船又缝好了，他们都得救了。老国王又见到了自己的女儿，非常高兴。他问这几个小伙子，你们谁有资格娶我的女儿？天文师说，当然是我，因为是我发现大海中的公主的。扒手说，当然是我，是我偷着救出来的，如果没有胆量过去，看到了也没用。猎人说，你偷着救出来也没用，如果不是我击毙了恶龙，我们都会让他给吃了。裁缝说，只有我才有资格，是我缝好的船，不然我们大家早淹死了。几个人没完没了地争吵着。这时国王发话了，我不可能把女儿嫁给你们这么多人，我给你们几个人一人一块国土，满意吗？公主很漂亮，但更漂亮的事情是，你们都能平安的生活。他们每人都得到了一份国土，一直幸福的生活着。